隐蔽。那边走。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林参谋，你带一队人到敌人后面去围歼。一班，跟我来。 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给我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跑啊！看你再跑！挺起手来！跑！还跑！你们是什么人？走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你呢？你是干什么的？我，我是教书的。蒙谁呢？教书先生拿着手枪，还敢开枪打人？我们走吧。教书先生，请吧。你们到底是哪部分的？我们是华野的。华野的？华野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怎么了？看着不像。向你提个人。华野司令部有一个叫王江平的。王江平没听说过，司令部没这个人，你搞错了吧？有个叫朱明瑞的，你应该认识吧？朱明瑞认识啊，脸上受过伤。你试探我？哼，他在什么单位？敌工科的参谋。他是不是还有一个名字？那个名字他只对外用，这我不能告诉你。他是不是姓方？第二个字是东，第三个字是生。看来你对我们华野的事儿知道的不少啊。看来你果然是华野的。哎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是不是隐蔽战线的同志？哼，我是干什么的，现在不能告诉你。你可以叫我老李。请问你什么职务？华野侦察科科长谢永清。嚯，碰到了侦察科长，真是太巧了。谢科长，我有非常紧急的事情，需要当面向陈司令或宿司令汇报，越快越好。好啊，我们有电台啊。我不用电台。为什么？我有特殊原因。什么特殊原因？这个我不能告诉你。哎，你是侦察科长，你应该知道这个纪律啊。那既然情况紧急，用电台报告不是更快吗？不行，我非要见到你们陈司令或者宿司令，否则我什么都不说。刚才敌人为什么追你？哦，刚才我本来打算呢从下游过桥，可是我上到桥边才发现，敌人已经把守住了，所以我就回来了。那我能不能把碰到你的情况用电台报告给野战军首长？报告什么？报告你碰到了老李，他们认识老李是谁呀？所以呢，见了面才能把事情说清楚。好，那我就送你去见野战军首长。这个越快越好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这个事情非常紧急，耽误了你负不起责任。你还挺厉害啊，林参谋到。你留在这儿继续执行我们的任务，我送这位先生去见野战军首长。科长，我去吧。野战军指挥部的位置是全军最高机密，他们现在转移到什么位置，我都不知道，只能在路上向碰到的部队打听。好在部队团以上的干部差不多都认识我。这个人有点名堂，他对我们还不太放心，我对他呀也不太放心，我得看着他，防止他耍什么花招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老李，哎，咱们走吧。哼，怎么还有马呀？啊，我埋伏在这儿呢，怕紧急的时候有用。老李，上马吧。啊，这多不好意思。我们是当兵的，走路啊，你没法跟我们比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啊，指挥部的位置是全军最高机密，在没有确认你的身份之前，你没有权利掌握这个秘密。你不相信我？就像你必须保守你的秘密一样，我也必须保守我的秘密，这你得理解，是不是啊？你们动作要快，晚了就什么都来不及了。我看啊，时间差不多了。
司令员，司令员，陈老总来了。苏玉啊，哎，苏玉啊，哎呦，哎呦呦呦呦呦，老总啊！哎呀，搞点啥子？来来来，听这个副启平讲啊，你在这里闭谷修行了几天？哎，我是来闯金堂的嘞。哎，我说啊，先吃饭，先吃饭。好好好，天塌下来也要先吃饭呐。啊，老总啊，那没那么严重。司令员啊，今天老总啊特意让炊事班给您做了碗鸡汤啊。来来来，一起吃。你吃，我监督你啊。好。哎呀，老总啊，啊，看来我们需要重新想办法了。是啊，毛主席来电指示啊，必要时呢可以放弃临沂啊。我也正在考虑。是啊，我们现在应该想一个新的办法。哎，你吃饭啊，我给你写2个字。我也写。怎么，又要跟我对对子啊？来，来，哈哈，南征北战，舍南取北，英雄所见略同啊！啊，两位首长再唱《借东风》吧。哎，对头，这叫借东风啊！借东风。南线之敌，我们无可奈何，但是北线之敌，已攻占我后方，我们不能不管。是啊，李先洲集团没有南线的敌人强大，应该比南线的敌人好消灭。如果能够歼灭李先洲兵团，这大半个山东啊，都是我们的了啊！哎，但是20万部队加上60万民工，要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隐蔽北上，这很难做到。所以啊，你要赶快拿出一个方案来。老李啊，可以把布条摘下来了。啊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到了？啊，对，到了。来，下来吧。谢科长，一会儿见到陈司令和苏司令，我一定先告你一状。哎，我说老李，我这一路上对你可是客客气气的，差不多都成你的勤务兵了，你干嘛还告我状啊？什么勤务兵啊？勤务兵有把上司的眼睛给蒙上的吗？啊，蒙得我晕头转向的。哎，谢永清回来了。哎，处长，我把人带回来了。啊，辛苦了。陈老总和苏司令啊，正等着你呢，进来吧。好。哎呀，陈老总，好，陈老总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好，你好，来，辛苦了。你好，你好，来，哎，来，好，哎，哎，傅启平啊，你等一下。陈老总，隐蔽战线的工作我不便接触吧？从现在起啊，你就要介入这条战线了。关于老李的情况啊，到你这儿就打住了，不要扩展啊。我知道了。老傅，我来给您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李明同志，我们派驻在整编46师的秘密联络员。他在46师的公开身份是韩练成师长的秘书。哎呀，欢迎欢迎啊！好，两位老总，我有重要情报。哎，你离开46师，韩师长知不知道？哦，就是他把计划交给我的。来坐。来，坐。整编46师大头阵，啊，73军呢居中，东北军的12军作为后卫，也就是说，2个非嫡系的部队，把这个嫡系的73军保护在中间。那么现在啊，他们的位置是这样的：桂系整编46师位于新泰城，李先洲总部和73军在严庄地区，12军位于莱芜城和莱芜以北的土司口镇。韩练成师长还有整编46师的其他高级官员，对于这个部署都十分不满，认为这是王耀武有意保存嫡系的实力，拿桂系给他做挡箭牌啊。关键是这一次啊，韩练成能不能做到阵前起义啊？韩练成本身并没有什么意见，
但是桂系部队的高级官员大多比较顽固，所以阵前起义的可能性不大。但是韩练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掌握控制部队，让整编46师或者消极怠工，或者改变方向。他目前只能做到这一步了。北线敌人这些矛盾我们都可以利用起来。只要整编46师消极怠工，李先洲集团的力量就会大为削弱。老总，是不是可以这样：一，告诉韩练成师长，我们在消灭李先洲集团时，将分割整编46师同其他部队的联系，不打整编46师，但是他必须随时同我们保持联系，以免冲突误伤。第二，整编46师要远离北线集团其他各军，条件适合时要听从劝告，放下武器。这样一来，我们的胜利又多了几分把握了。中央社消息，各位听众，现在播报国军最新战报：山东战区强大的国军南线集团正在逼近华东共军之巢穴临沂。共军在临沂外围进行了顽强抵抗，国军以雷霆万钧之力给共军造成了惨重伤亡。目前，临沂共军正在节节败退中。季黄咱们到里边说吧。你看一下，这是今天早上刚刚收到的一份情报。临沂前线又出现了共军6个主力纵队的番号。陈诚判断说，华东共军的主力全部都集中在临沂一线了。总总，这种情报看看就是了。还有一个情况非常奇怪，坐。过去有很多商人到沂蒙山共区去做生意，对这些生意人，共产党一向也表示欢迎。可是最近不知为了什么，所有的商路都被阻断了，大批的商人都寄留在莱芜一带。我知道这个情况之后，专门告诉李先洲派人去打探一下。他们向我报告说，由于过去这些商人长期在共区做生意，他们都交了不少的朋友熟人，共党也经常委托他们带一些急需的物资进去。一旦有什么情况或者形势紧迫，共党都会提前给他们打招呼。可这次不知为什么，这些商人什么情况都不知道，所有进出的路都被切断了。你想想看，这到底都是为了什么？共军在沂蒙山区在搞鬼呀！总总，我把所有的情报研究了一下，发现了一个同样的问题。这几天来，我们情报消失的地区正在慢慢的向北推进，也就是说，共军所控制的地区正在逐渐的向北移。这正说明什么呢？是共军的军事力量在向北展开。哦，这岂不是说共军已经北上了？报告，进来。总座，谍报队有人回来了。又有什么新的情况？共党的地方武装把守了所有的道路，根本无法靠近呢。你们不会从山上翻过去？谍报队已经派了一部分人翻山过去，但至今杳无音信。赶紧派人再去侦查，一定要把
情况给我搞清楚。是。这个地区是共军经营多年的根据地，老百姓全部被赤化了，我们的谍报人员很难进去。奶的！我现在的情报是越来越差了，不出200里就2眼一抹黑，这瞎猫虎眼的，还让我怎么打仗啊？不好！会不会有一股共军的主力已经经过沂蒙山，向北面移动了？完全有这个可能。快，把我们的判断马上报告陈晨。是。哎，赶快给我接李副总指挥的电话。是。给我接李副总。总座，接通了。哎，老李妈，我判断，现在共军的主力已经开始北上了。对，如果是这样，那可是针对你来的。你要马上停止南下。对，2翼向中间靠，靠得越紧越好。马上修筑工事，准备抵抗。什么？哎呀，什么陈诚不陈诚的？啊！你不要理他，有什么事我对他说。报告，司令电报。这个王耀武，简直就是个神经病。他又在怀疑共军的主力不在南线。不在南线，不在南线在哪儿啊？他怀疑共军的主力正在北上。他怀疑，他一辈子都在怀疑。他不叫王耀武，叫王老鼠。可问题是，他已经命令李先洲停止前进了。北线集团不能停下来，稳一点、慢一点没有关系，但是必须要保持进攻的势头。你马上给王耀武打个电话，叫他别胡思乱想。我恐怕是说不动他。那就让伟作给他打电话，快，给我接伟作电话。接到命令。是。命令临沂外围的阻击部队，今天晚上全线组织反击，要把这2天放弃的1、2线阵地再夺回一部分。司令员，你是不是觉得临沂交战的规模还不够大呀？是还不够大，特别是几个主力纵队先后北上之后，气势明显变小了。这不行，一定要打出气势来。现在一个团要打出3个团、5个团的气势。司令员，特种纵队的重炮兵今天有个团，今晚北上，是不是让他们轰几炮再走？这重炮一轰啊，我们的气势就来了。好，多轰那几炮，轰完就走。同志们，冲啊！
司令员，敌人这样胡乱报告，一下子把我们的兵力夸大了好几倍啊！是啊，战场上的报告不能掺杂一丝一毫的水分。像这样夸大其词的说假话，岂有不打败仗的道理？宋司令，这一切还不都是您给闹的？敌人这盆水啊，全让您给搅浑了。晚上这一仗啊，效果不错。不过，这么多敌人主动替我们当宣传员，这是我事先没有料到的，效果超出了我的预期。是啊，他们不光是运输大队长，还是我们的义务宣传员呢。对呀，今天晚上这么一打，下一步我们放弃临沂，就会显得合情合理。另外，陈诚现在最想看到的，就是我们伤亡惨重。现在交给你们一个任务，今天晚上你们连夜去布置几个大型的野战医院、战地救护所，看上去必须像真的一样，每一个看上去都接待处理过几千个伤员。有困难吗？有困难也要完成。总长，共军发动了全面反击，来势非常凶猛。共军拼命了，有人亲眼看见共军团长拎着手枪就上阵了，重炮都拿出来了。命令各部队一定要守住目前的阵地，丢失阵地者杀无赦。命令炮兵向共军纵深目标猛烈射击。命令空军天一亮就出动，赶紧通知南京，运送几百万大洋过来。作战勇敢者不吝重赏。总长，共军这次如此的凶猛，不是增加了生力军，就是孤注一掷了。你说呢？根据前线各个方向的报告，共军今天晚上参加攻击的部队，刨去水分，起码有7、8万人。所以啊，孤注一掷也好，生力军也好，华东共军的主力家底儿都在这儿了。这回我看王耀武还有什么话说？是啊。季皇啊，看来共军是要死守临沂了。这不太像粟裕的作战习惯。同我们南线集团争夺临沂，共军要付出巨大的代价，这样对共军来说并不合算。而且，粟裕从来不喜欢打消耗战。可是去年在涟水，他们不是也死守了吗？涟水不一样，守卫涟水是为了掩护他们的后方撤退，而且作战规模很小，正面战场只投入了1个纵队。粟裕会拿出几万人伤亡的代价跟我们死死地争临沂？哼，打死我都不信。这临沂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老总啊，放弃临沂时机已到，我建议明天天黑之后结束临沂外围防御。首长，哎，王彪，你来了！来，我这听你在打电话，就没敢闯进来。呵，有你不敢闯的地方吗？啊！来，坐。你们几个现在管着60万人，那官啊比我还大呢。哎呦，首长，来，喝水。其实这个事儿啊挺好管的。你把县、区里的人给他编一下队，然后呢，再把任务和行军的路线图发给他们，其他的那都顺顺当当。万一有点什么新的任务，我派人给他们送个信儿，这比打仗容易多了。什么事儿到你王彪这里啊，那都是快刀斩乱麻。哎，首长，你今天叫我来，不是只听我之前的汇报吧？你说对了。今天啊，我还要派你出一趟公差。首长派给我的公差，这都是很有意思的。不错，比上次啊抓你到毒瘤师那趟更有意思。
是吗？情况是这样，我们准备明天放弃临沂。在国民党看来，我们是伤亡惨重，无力坚守，这才弃城而去。但是到了哪里呢？这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。我们离开之后，敌人肯定会动员一切力量，来寻找我们主力部队的去向。我明白了，首长，你是叫我带一队人马冒充你们的主力撤退呀？不错，就是让你给他们来一个障眼法。共军主力到了哪里呢？去了这里。我已经在运河边集合了几千民兵和一些地方部队，还准备了一些船只。你去那里后，把他们组织起来，白天源源不断的过河去，到了晚上，再悄悄的回来。第二天白天接着再过去，这样来来回回倒腾他3、5天。我希望通过这个办法，使敌人错误的判断我主力部队正在西渡运河，去会合华北的部队。怎么样？我知道这种事情你最拿手了。在运河边上走来走去，这没问题。但是最关键的，叫国民党怎么相信我们？我们应该想想办法。办法你去想。哦，对了，前2天段飞告诉我，说现在独6师上上下下都夸你是勇敢和智慧的化身。首长，愧不敢当，愧不敢当啊！我知道首长是在激将我。那好，现在我马上出发，边走边想办法。好。哦，还有一批电台要跟你一起行动，有野司的，也有各主力纵队的，他们的任务跟你一样，迷惑敌人。这个办法好，这个和这次的行动结合起来，这就天衣无缝了。破绽还是有不少的，你尽力弥补吧。是。司令员，你去睡一会儿吧。司令员，你都好几天没睡觉了，北线战役还没打响呢，你这样下去啊，身体顶不住，还怎么指挥战斗啊？我不敢睡呀，老夫。如果现在敌人发觉了我们这个企图，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？我们20万大军，再加上民工60万，这80万人都在沂蒙山的小道上行军，万一被敌人发现了，那麻烦就大了。会有什么结果？敌人南线集团会全面推进，北线集团会按兵不动，稳扎稳打，增加兵力。敌人南北2路，再加上敌人空中作战力量的配合，我们这80万人都将会被包围在沂蒙山之中啊！80万人呢，每天吃粮食就得100万斤以上，不要10天8天，沂蒙山的树皮也不够吃啊！是啊，敌人把两边的道路一卡，把桥梁全破坏，加上空军狂轰滥炸，那时我们要想打出沂蒙山，
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。首长，敌人是不会发现的，我有信心。我也有信心。算了，你去睡吧，有事我叫你。我再想一想。司令员，那我给你弄点吃的吧，你晚饭还没吃呢。好，给我盛碗热汤来吧。啊，今天晚上有鸡汤啊。陈老总为了给你增加营养，特意让炊事班给你买了一只鸡。哎，又让老总操心了。好，给我盛碗来吧。好。捷报，捷报啊！大捷，大捷呀！总长，就在刚才，74师、25师和11师从3个方向突破了临沂的最后防线。张灵甫、胡琏和黄伯韬报告说，阵地前共军的遗失累累，成千上万呐！攻克临沂了，攻克了。打垮粟裕了，打垮了。张灵甫报告说，他的阵地前没有一个活的共军了。打垮了，打垮粟裕了。赶快，让他们报告战果！报告战果！是，我要论功行赏，我要论功行赏。对了，准备文稿，我要向委座报告，同时通知所有的电台、报纸，让他们发消息，庆祝胜利，庆祝胜利！好。今天我要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，临沂收复了。京城团结啊！我国军将士奋勇杀敌，题目就是京城团结。当然了，后方的民众给予了很大的支持。卖报卖报！鲁南大捷，消灭共军8万！来呀，卖报卖报！连长，连长，连长，吵吵什么呀？团长刚刚打电话来，把我们骂了一顿。怎么了？团长说我们报告的战果没有统计清楚啊。报告长官，我是2连连长金德彪啊。金德彪，你们到底打死多少共军呢？算50个吧。30个还是50个？
50个吧。你算清楚没有？夜里那么多共军，比蚂蚁还多，咱们才打死这么一点啊！再算清楚。好嘞。报告长官，那个我们又重新的算了一下，刚才确实算错了。那个现在我们统计了，应该80个啊。80个，3连打死190个，你们2连怎么才这么一点啊？狗日3连，他们猫在工事里就没开几枪。长官，那个刚才啊，我们没统计好，这回我们又仔细的算了一下，我们消灭的共军啊，已经超过200个了。200多少？那个280个。正好是整数啊！不，那个是283个。那个我是挨着脑袋数的，这回肯定是错不了了。弟兄们辛苦了，回头我论功行赏。好。他妈的，这帮狗日的！连长，你这胆儿也太大了。咱们虽说激战了一夜，但真正死在咱们阵地上的，能看见的也就只有共军3个人而已啊。但是你现在一下报了283个，那怎么办？他们都报这么多的人，咱们报少了，将来论功行赏的时候，不是请等着吃亏啊？那万一上头查下来怎么办呢？查个屁！到时候就说挖个坑，全都给埋了。这荒郊僻壤的，埋哪儿啊？就说跟3连消灭的共军都埋在一块儿了。这样。有你的。报告。团长，师部让咱们报告战果，咱们怎么报啊？那293团怎么报的？团长，我打听了，他们报的是打死700，打伤1000。那我们肯定比他们多呀。我们打死900，打伤1500。要是这么报，上级要是下来检查，到那时候怎么办？查？怎么查呀？没听说过有句话吗？叫死无对证。人死了，怎么查呀？是。哎呀，这回陈诚可是出大风头了。你们看，这报纸的头条全都是他。步经委员长亲自给他授勋，就差给他立个牌坊了。陈诚说：“山东大局指日可定。”既然人家攻下了临沂城，这牛皮就由他去吹喽。哼，号称消灭共军16个旅，8万人，这牛皮吹得有点大了吧？8万人，哼，不可能，大队折4万差不多吧？4万我都不信。季黄啊，共军在临沂，你估算一下，他们到底损失了多少？共军的损失我不知道，但是据我所知，这次攻打临沂，我们的伤亡总人数不过是3、4千人。自华东作战开始以来，从南到北，我们跟共军交手，打得最好的战役，伤亡的比例也不过是1比1。这一仗，他们伤亡3、4千人，就消灭了共军8万人。南线集团难道是天兵天将吗？你这么一说，所有的牛皮都不攻自破了。咱和共军就算是1比1吧，那么共军的损失也不过就是3、4千人。临沂城是共军经营了多年的地方，如果华东共军想死守的话，那么我们起码最少要伤亡10万人。可是这次我们轻而易举的就拿下了临沂，这说明了什么？这说明共产党并不是真心想死守临沂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既然共军没有死守临沂，那么他们的主力部队到哪儿去了？只有一个可能，共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向北线集结了。哎呀，我多次给陈诚说，他就是不信，他就是不信。接情报部，
奶奶的，你们情报部是干什么吃的啊？共军20万人都来到眼皮子底下了，你们还是找不到，赶紧派人去找，全都给我派出去！他奶奶的，一天到晚赖在城里，不是惦记着谁的官大，就是弄钱养个姨太太。这次你们要是找不到，我就枪毙了你们！奶奶！队长，你看啊，不好！报告！哎，小袁，快进来说，什么情况？敌人注意我们这边了，敌机天亮就到。同志们，马上转移，马上收拾东西，准备转移。副启平，到。你协助陈老总，我到村口等他一块走。是。王参谋，到。通知政治部，马上组织附近群众赶紧疏散。是。首长，鸡汤来了。啊，小王，我不喝了。首长，这里怎么了？哎呀，小王，赶紧把你摊子收拾一下，马上转移。是。你估计敌人是怎么发现我们这里的？我也在琢磨，我们的保卫工作非常严密，特务或者无意走漏消息可能性都不大，最大的可能是敌人也在监视我们的电台。就在这附近，有我们几十部电台在工作。现在有一种监听手段，能够很快的对我们的电台进行定位。首长，你看，10几部电台在地图上一一定位之后，然后再画一个圆，在这个圆里找到合适的位置，这样下来基本上就8、9不离10了。可能就是这个原因，以后我们一定要多加注意。首长，我们不如将计就计啊。你是说，把这些电台留下来？对，这样敌人就会认为我们没有离开这里。这个办法好。我们北上之后，这些电台可以留下来继续做烟雾弹啊。哼，小袁，你不但是电台专家，你也会打仗啊。我哪会打仗啊？操作电台，这是我的本行。哦，对了，我得赶紧回去收拾一下。好，抓紧时间。是。小鹏到。叫通讯处郑处长过来一趟。是。老叔啊，你看天都快亮了。是啊。一路上怎么愁眉不展呢？啊，我这个人修养比老总的修养那可是差得远了，心里放不下事儿啊。要有信心嘛。信心我是有的，不过形势还是很严峻啊。现在我们的运动空间很小，如果南线集团占领临沂之后继续北上，或者说我们在北线打响之后，南线集团闻讯北上，那么只要3、4天就可以到达北线。这就是说，我们必须在4天之内消灭李先洲集团，否则我们就会四面皆敌，被敌人围困。4天之内消灭李先洲，确实困难太大了。不过啊，南线敌人也可能不会这么快就上来。那就要看王彪在运河那边能不能成功的迷惑敌人。老实说，这个计谋并不是很难识破。这就要看陈诚、汤恩伯、李先洲是真聪明还是自作聪明了。走。哎，对了，把火都烧得旺旺的。哎，前面都烧旺一点儿。哎，对喽，火越大越好，越大越好，越大越好，越大越好。来，对，都像他那样啊。这边做的也不错啊，这火烧的不错啊。我跟你们说啊，烧完了水就做饭，做完了饭再接着烧水。那水烧完了呢？水烧完了，你想烧什么就烧什么呀。啊，反正把火给我搞得旺旺的啊，是吧？我跟你们说啊，1堆火就是一个伙食单位，4堆火就是一个营，10堆火呢，那就是一个团呐。明白了。
那我们再去多烧几堆火。哎，好，多烧啊！烧火喽！后边跟上点啊，把火烧得旺一点儿。走。还有那边，都旺一点啊！把火烧得旺一点儿。后边快一点啊！跟上啊！推稳了！后边的跟上，快点！跟上！快点跟上！黄铜警报，注意别！同志们，卧倒！不碍事！侦察机，接住防空警报，继续前进！起来了！结束了啊！你呀，去找那个县大队、区小队什么的，都集中到我这儿来，去吧。是。走。快走！跟上后边的。报告首长。哎呀，免了啊！来，我问一下你们啊，你们来的这些人都会打枪吗？放枪都会，就是没准头。他们刚来没几天呢。没准头不要紧啊，一会儿这个敌机要来了的话，你们呐就一起往天上放，啊，每个人给我打3枪，3枪打飞机。打不着的那是次要的，主要是啊吓唬他们，啊。哟，来了！快！朝敌机连放3枪！打，接着打！快点！大家快一点啊！快点！快！首长，啊，怎能让您亲自动手呢？首长，这活儿我会干，你放心吧啊！首长，你怎么没带个警卫员啊？带警卫员，在这儿也待不了几天，只是在运河边上走来走去的，我再带个警卫员，那像话吗？用不着啊。首长，我听说您的官儿挺大，比司令员还大，是不是啊？我这官儿啊，这是可大可小，说大就大，说小就小，这得看苏司令分配我什么工作了啊！哎，刘干事，你懂不懂今天我为什么叫你们打这个飞机呀？不是吓唬他们吗？这是第一点。不能叫这个敌机飞得太低了，你这一飞低，就看清咱们底下这些情况了。咱们现在这些人，有多少人没穿军装啊？那不都露馅了？是这样。这第二点呢，国军呐，报告只会夸大其词，咱们就是打他几枪，他回去一报告说受到地面的猛烈炮火袭击，这不替咱们做了宣传了吗？啊？原来是这样，首长。明白了，明白了就好。刘干事，把你这几百人都给我组织好，见到敌机来了就给我打，狠狠的打，听到了吧？就是子弹少了点儿。子弹少？子弹少一点这不要紧啊。这样啊，今天早上起来，咱不是到集市上买了好多物品吗？哎，你派几个人。把这物品呐送到中转站去，到那儿
再把那子弹带回来。真的？咱们前几天呢，打好棚局，缴获了不少子弹，都放在那个中转站了。你们这次任务很重要，一定要大力支援。好，我马上派人去取。好，去吧。是。首长，电报。好。这。老总。王彪的电报。嘿，王彪这家伙，你们怎么调教出来的呀？看上去绝对是个老实人，耍起心机来一一当十啊！他在运河边上那些小把戏，简直是做绝了，聪明透顶了。这哪是我调教出来的呀？这是毛主席亲自调教出来的。给王彪回电，提出表扬，告诉他们，明天傍晚他们的任务都完成了。现在呀，陈诚所需要的一切，我们都给他准备好了。是的，他需要看到我们主力部队在南线，我们通过打好棚局，坚守临沂，让他满足了。他需要取得攻占临沂的巨大胜利，我们把这个巨大胜利送给他了。他需要我们伤亡惨重，我们也把伤亡惨重做给他看了。他需要知道我们主力退出临沂之后的去向，王彪他们的表演也让他知道了。所有这一切，已经让他称心如意了。我相信呐，陈诚将军绝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哦，他一定会好好报答我们的啊！驾，驾！空军报告，运河边上发现大批渡河的共军，就在这里。有多少人？由于防空火力过猛，无法降低高度观察，运河一带渡河部队源源不断，几十里地都是炊烟。飞行员还报告说，地面火力对空中射击十分猛烈，差点没把飞机打下来，其中还有高射机枪。有高射机枪？华东共军总共有3-5挺高射机枪，一直控制在他们的警卫部队手里。你们怎么看？很明显，这是从临沂溃退下来的共军主力部队。他们西渡运河干什么呀？那不是明摆着的吗？苏北丢了，临沂也丢了，共军在华东已无法立足，所以西窜华北，与华北共军靠拢。我们的电侦车侦听的情况有什么消息没有？我正要向您汇报呢。我们追踪的那10几部共军的电台，这几天一直向运河方向移动。依我看，他们已经到了运河的对岸了。命令，调整部署，南线集团迅速掉头向西，朝运河方向攻击前进；西线集团迅速封堵共军西进之路，北线集团继续南下，会合南线集团，准备在运河两岸围歼共军。总长，总长！哎呀，蠢猪，蠢猪，比猪还蠢！他奶奶的，党国怎么养了这么一群笨蛋？总座，总座，嚷什么嚷？不懂规矩！我有最新情报。有什么新情况？赶快讲！共军的确在西渡运河，他们人数也不少，只是武器很差，有38大盖，还有老掉牙的汉阳造，机枪也很少，肯定不是共军主力啊。以往共军总是隐蔽行军，但这一次他们在大白天过河，大摇大摆，一点也不怕被我们发现。共军这是在迷惑我们。还有什么情况？在我们北线新泰好多地方发现了共军的哨兵，不让外人接近，他们手里拿的都是美式冲锋枪啊！啊！他奶奶的！我说什么来着？共军已经在北线展开了。他奶奶的！哎呀，陈诚上当了。哦，哎呀，
过去担心南线的问题啊，陈诚全部给我们解决了。哎，这回陈总长伟大的南线集团和他的部队已经开始向西移了。好，这样一来，南线集团对我们的威胁暂时就可以解除了。我们可以集中全力对付北线李先洲集团。我们的3路大军明天天亮之前，全部可以进入攻击位置。我们打的是李先洲，可对付的人呢，却是王耀武。他这个人呐，比较激进，比陈诚难对付哦。而且啊，深受蒋介石的信任，他敢于跟陈诚抗衡。我也一直在顾虑这个因素。好在整编46师的韩练成师长已经同意随时把敌人的行动计划通知我们。我们的4中队也可以破译敌人的一部分电报。另外，我已经让谢永清组织几个电话侦听小组到敌后去侦听敌人的电话。好，我快要睡觉去了。睡吧。我已经1天1夜没合眼了。哎，对了，战斗打响之前，你也要抓紧时间休息啊。哎呀，我哪能像老总这样沉得住气呀？不到战斗结束，我这眼睛都不敢闭。我沉得住气呀，那是因为啊，有你在这个地方。去年我一个人呐，指挥山东野战军战斗的时候，也是4天4夜没合眼呐。两位老总，出情况了。什么情况？4中队刚刚截获了一份电报，是王耀武发给陈诚的。王耀武判断我们主力在北线展开，要求陈诚同意北线集团停止南进，相机行动。陈诚来电了吗？来了，还是不同意我们的判断。他奶奶的，不理他了。给我接李副总指挥的电话。是。请给我接李副总。总座，电话。哎，老李呀，共军已经来到你的对面了。对，什么情况不明？我命令部队马上全线后退。对，1分钟都不能耽搁。整编46师给我退到严庄，36军退到口镇，12军全部撤到交界线以北。对，让他们从张店到明水一带组织防御。还有，你们73军，还有你们指挥部，马上给我退到莱芜。等部队就位以后，让他们赶紧修筑工事，准备抵抗共军的进攻。王老总，真的有共军主力啊？我这可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！你没有消息那就对了，你要是什么消息都知道了，那就不是共军了。那要是陈总长那儿知道了，问起来怎么办？陈诚那边你不用管，你听我的就是。王老总，您不知道，陈总长在这边有一个联络小组，我在这儿的一举一动，他马上就知道。老李，我看你是犯糊涂了。他奶奶的，你带的部队是我们山东战区的部队，是我的部队，不是陈诚的部队。执行命令，如果出了什么差错，我拿你质问。情报处长，情报处长，总座，赶快给我派人去侦查！你要想尽一切办法，用尽一切手段，赶紧给我找到共军的准确位置。王耀武这个混账，这个王八蛋，太目无上官了。如此擅自行动，不听军令，这还怎么打仗？共军的电台有什么变化没有？我们追踪的那10几部电台，基本上都渡过运河了。共军还在源源不断地渡过运河，空军天天都有报告。这就证明，共军的主力不可能在北线。给我接委座电话。首长，1纵报告，当面敌人正在撤退。首长，6纵报告，敌人正在全面后退。首长，8纵报告，他对面的敌人一会儿功夫就全部退走了。首长，9纵报告，敌人就在对面的山脚下后退，请示要不要打一下？不许打，谁也不许暴露。
李明同志的电报，报告李先洲的撤退计划。王耀武的动作来得好快啊！王耀武很厉害，大胆、机敏、果断。这样一来，战场态势就完全改变了。这样我们就白忙活一场了。为了这一仗啊，我们可准备了大半个月呀。这样一来呀，不到2、3天，战场态势一稳定，我们的意图一暴露，南线子弟赶过来，我们就要在夹缝中求生存了。起码有1个团呐！哼，不止吧，2个团都不止。见了敌人不能打，我范老虎什么时候遭过这罪呀？哎，报告，刘师长找你。喂，我说刘老财，你也嫌这难受了吧？我早就跟他说了，司令员一口气就把我顶回来了。哎呀，你说这见了敌人不能打，我范老虎哪遭过这罪呀？刘老财，你不是会打算盘吗？你算算怎么办？我们一起去跟司令员说。好啊，好，我举双手赞成。报告，范涛请示，提前出击，抓住敌人的尾巴。报告，有金鼓建议部队立即展开，从右路截击敌人，左路攻击来吾。报告，独3师请示，提前出击。告诉他们，绝对不行，谁暴露了部队，我就处分谁。好，胡廷强要求直接同陈老总说话。喂，火焰弹，苏司令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，你必须不打折扣的完全执行。报告首长，许司令找陈老总。喂，你的官大了是不是啊？竟敢点华东野战军首长的名字！我告诉你们啊，苏司令的命令都是跟我事先商量好了的。苏司令不同意，你们就来找我，你啥子意思啊？你是在离间华东野战军首长之间的关系。你们必须认真执行苏司令的命令，否则我就用党纪、军纪处分你们。委座，临沂之战以后，共军主力已疲惫不堪，粮弹匮乏，自身难保，根本不可能再有什么主动策划大规模作战的能力。委座，臣对敌情的判断的是错误的，完全是错误的。委座，我向你保证，北线共军的主力已经全面展开了。委座，我100%的向您保证，共军主力在西线，不在北线。西线只是共军的一小股部队，那是迷惑我们的。所谓北线共军主力，那不过是粟裕布设的障眼法，是疑兵。王耀武上了共军的当了，王耀武中了共军的疑兵之计了。委座，请你相信我，现在赶紧命令南线集团的部队迅速连夜兼程支援我们北线，不然北线集团那可是危在旦夕，危在旦夕呀！委座，现在是您必须亲自向王耀武下命令，让北线部队恢复态势，迅速向南线集团靠拢。委座，陈诚很着急。他着急，我比他还急。陈诚说，共军在南边，而王耀武说呢，共军在北边。他们两个，我听谁的？我到底听谁的？
魏总，王耀武打仗一向机敏稳健，但是陈诚是参谋总长，是代表我到徐州指挥这次战役的，我能不支持他吗？万一陈诚的判断真的错了呢？先前王耀武就在怀疑临沂是共军有意放弃的。都给我说假话呀！而且他们都给我保证，我到底还能相信谁呢？你说还有谁能够让我相信呢？老总，我判断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的意图还没有暴露。这次李先洲集团全面退缩，只是王耀武机警的单方面的行动，并没有征得陈诚的同意。陈诚肯定不会相信王耀武对战场情况的判断，否则南线集团早就应该掉头向北，但是他们现在依然采取向西的态势。陈诚虽然是总指挥，但他只能指挥南线集团，北线李先洲现在完全被王耀武控制着，多头指挥，这样我们正好有机可乘。